Hello，朋友们，好久不见，甚是想念。我是你们的老罗叔叔。今天呢，要给大家再带来一份大礼那就是如何在 SAP BTP 的账户中一户开两地就是你可以用美国和新加坡的两个区域的机器，然后呢再补遗一下。前2周罗叔想了一想，有一个方式比这个 GitHub 上面的 Action 拉起还要精准，所以在这里也分享给大家。那么这个坑就基本上就填完了，一共5期对吧？这是第5期了。好，这里呢再介绍一下老罗叔叔的数字生活指南频道我的频道呢专注于分享数字时代的免费资源和数字技能，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带你畅游数字生活。新朋友可能会说，罗叔，我刚发现你的频道，以前的视频是不是错过了？那么别担心，现在就点个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这样就不会错过任何的新内容了。好，关于这个 SAP BTP Cloud Foundry， 那大家可以看前面的4个视频，里面都有介绍，这边就不多说了好，优势也不多说了，那能用到今天的，那说明这个 SAP 还是很耐造的大家这么多人在上面使用也没有什么太多的问题，还是比较诚信的一个平台，那优势就很多了，以后可以继续深化一下。好，让我们开始吧，精彩就在前方。好，今天这就比较简单啦，我们简单几步完成2个任务。第一个，设置1号两地双开，对吧？就是美国的 AWS 和新加坡的 Azure， 一个账号可以用2个地方的主机。第二个呢，就是精准拉起 APP 啦，好吧？那准备材料也很简单，油管小白有3宝，罗叔经常说，是吧？是什么呢？ GitHub、Cloudflare 和 Gmail， 对吧？那 GitHub 不好用，我们就试试 Cloudflare， 看看有没有什么更好用的。既然大家都是一穷二白，对吧？那就再想想好方法吧。好，那我们这里要给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一期会用 Cloudflare 的事件触发这个功能。这个功能呢，我们在里边要设置5个参数。罗叔在这里总结一下，叫5福临门。首先呢，根据大家不同的区域，对吧？既然能够1号双开，对吧？那一个账号里又可以用美国，又可以用新加坡，那么大家就要记住，如果用美国，你的5福临门的参数 CF-API 和 UAA、URL， 那你就要用美国的，对吧？新加坡就用新加坡的，那这就是其中的2个参数。那还有接着后面的第3、第4个参数呢，那就是你的 username、password， 这个我不用说了，对吧？这就是你的邮箱给你的登录 SAP BTP 的这个密码。最后一个呢，就是你的 APP GUID， 这个是唯一性的，对吧？那你怎么去看呢？那下面就有命令 CF-APP， 你的 APP name 2个减号 GUID 敲回车就出来了，好吧？这罗叔之后会演示的。那这就是5福临门的参数了，这个已经很简单了我们把参数放在一个比较加密的位置，对吧？不要用明码明码比较危险。好，讲过了材料，我们要讲一下，展开一下今天视频的步骤6步，还是6步。第一步呢，同账号开启新国家区域适用，对吧？那就让你一个账号拥有新加坡 Azure 和美国 AWS 2个主机，这是很多小白新手朋友所喜欢的。当然了，这个有很多大神他们已经摸索出来了，对吧？这个也大神还是多的好，那么第2步，如果第1步你会了，那你就再往下看。有些呢开出一个新的账号，它不会加内存，
将内存报为0，所以这个东西就起不起来。那么第二步就是给新的区域添加4G 内存啊，每个区域都有4G 内存的，美国和新加坡2个区域各有4G 内存，好吧？然后到我们的第3步，那就设置我们的 Cloudflare 的 Workers 的拉起代码，对吧？罗叔会给大家一个代码，大家填进去，填到自己的 Worker 里边去，建一个 Worker， 那就用这个代码来进行实施。然后呢，代码填好之后，那就要填入之前罗叔所讲的5符灵文，对吧？5符你要放进去。放好之后呢，那还要记住我们要设置环保启动锁和触发器。环保启动锁这是什么玩意儿？罗叔跟大家讲一下，那就是 Cloudflare 它每天会给你10万分钟的触发。那我们在这个脚本里边，我们只用它的1440次，因为它的最高的频率就是1分钟它触发一次。所以呢，那我们其实一个 APP 用 Cloudflare 的触发只占用 1.4%， 对吧？那就是大概就是这样的，根本就是很节约了，比 Cloudflare 一个月，不是比 Cloudflare， 比 Action 一个月2000个小时要好用多了，人家一天就有10万分钟的使用量，好吧？然后呢，那你每分钟去触发，那它肯定会造成 SAP 的负载过大，所以我们这里加个锁，如果它测试到这个 APP 已经被触发拉起了，那后面它就锁定了，就不会再去继续拉取你的 SAP， 这样会对你的 SAP 平台造成这个负载就不会太大，对吧？这个后面也是有风险的嘛，对吧？负载太大有可能他不开心把你关掉了，那也说不定，好吧？然后呢，设置触发器，我们的触发器是设置每分钟1次，一天24小时，所以就1440次，好吧？这是最精准了。在你的 SAP APP 被关闭的下1分钟，它就会马上拉取，把你这个 SAP APP 就拉起了，所以这是经过验证的，也是比较精准的。那这是第5步啊。然后第6步那就是验证效果了，对吧？到底效果怎么样？那罗叔会带大家一起来验证的。好，那就到这里。好，欢迎来到操作演示的这个阶段啊，请大家认真看、仔细听、反复练，勤动手，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有什么不清楚的，可以看前面的4期关于 SAP VPN 的视频啊。好，第1章节。同账号开启新国家区域试用。欢迎来到老罗叔叔的桌面啊。我们先用一个账号创建一个区域，我们现在先用新加坡的 Azure 啊。很多朋友说，为什么一个账号只能创建一个区域呢？那默认就是只能创建一个区域。为了环保呗，对吧？其实一个新加坡区域也够快了，美国区域只是作为一个补充，那当然也是可以补充进来的。好，我们点击一下啊，进到这个新加坡的使用账号，我们来看一下啊。好，这是大多数朋友看到的，点创建，点子账户啊，然后呢，输入子账户的名称，新加坡只是其中一个子账户。好，我们输入 US AWS， 这就是第2个子账户了啊。选择 AWS， 勾高级，勾启用 Beta 功能，点创建。好，我们的 US AWS 现在已经开始在创建了啊，对吧？现在就有2个账户了，但是稍安勿躁啊。这个美国 AWS 你没有内存，这就是很多朋友说为什么它也能创建，但是没有内存。第2章节，给新区域添加4G 内存。点授权啊，右边的授权点击一下啊，记住点授权。好，点编辑，点添加服务计划。好，我们搜索一下 Cloud Foundry， 有一个叫 Cloud Foundry 运行时啊，运行时勾 Memory 勾内存，点添加一个服务啊计划。好，这里看到有1啊，点加号2、3、4，一个单元1G 内存，
4个单元4个 units 4G 内存，点保存。现在已经有4G 内存了啊，上面写了保存权利，是吧？4个单元就是4G 内存啊。Cloud Foundry 运行时 memory 这一行啊，大家切记。好了，上面转圈不转了啊，那就说明完成了。我们来看一下，再进这个子账户啊 ，USAWS。好，看到启用 Cloud Foundry 点一下啊，搞好还要启用的啊。好，点击创建，没什么好选的。好了，正在创建组织，对吧？创建好之后就有内存要出来了啊。好 ，Cloud Foundry 的环境出来了，大家看 ，Org Memory Limited 4G 啊。好，创建空间全勾上 ，DEV 打进去。好，跟我们的新加坡一样，也叫 DEV 空间名称。好，那这就齐活了啊。我们再看一下整个的试用账户。好，美国是4G 啊。好，再进新加坡看看，也是4G 啊，名称也是一样 ，DEV 保持统一的啊。这是新加坡的 Azure，30天啊，又重新开始了30天，对吧？这又重新开始了30天，所以讲这个是无限延期啊。好了，2个账号了啊。再进美国看一下，好，4G 啊，确认一下啊，一模一样啊，4G 空间名 DEV， 好吧，这个就是大家比较想要的东西了，罗叔带大家来做一遍。第3章节设置 Workers 拉起代码。好，我们现在进到我们的 Cloudflare 点 Workers。点 Workers 和 Pages， 创建一个 Workers 啊，我们创建一下。好，点从 Hello World 开始，名称随便起，只要不跟别人重复。我竖起一个 Keep Alive 横杠 Wake Up 唤醒啊，点部署。好的。再点编辑代码啊，编辑代码，然后把罗叔提供的代码给粘贴进来。先把这个删掉啊，默认15行，删干净。好，然后把罗叔的代码粘贴进来啊，这是精准拉起，点部署啊，点部署。好，下面出版本已保存啊，一条绿横线啊，绿杠，说明好了。好的，我们把罗叔的代码保存好，我们再重新进来看一下啊。再进我们创建好的，校验一下啊，校验很重要 ，keep alive 杠 wake up。好，代码再看看是不是真的保存进来了。好的，就是这些了啊，这就是罗叔的代码。回退啊，我们现在开始回退。第4章节设置5福临门5个参数。好，进入设置啊，设置什么呢？5福临门，对吧？罗叔之前跟你们讲过5福临门，在变量跟机密里边点添加。好，文本换到密钥啊，密钥，这个是加密的啊，人家爬窗外爬不到你的了，一定要安全第一。好 ，CF 下划线 API， 我们现在用的是新加坡的，所以就用 AP21 这个 HTTPS 的网址啊。好 ，API 先搞定。好，值已加密啊，上面写了啊。好，一个，再添加第2个密钥啊。好 ，UAA URL 啊 ，UAA 的网址。那罗叔之前也介绍过新加坡的网址，放进去 AP21 的，好，再放进去。好的，
5符临门，2符已经完成了啊，2符已经完成，还剩3个符啊。好，我们继续点添加，校验一下啊，都有，都对，前无空格，后无空格。好，点密钥，好 ，CF 下划线 username 邮箱啊，对吧？复制一下邮箱啊，最不容易错就是复制啊。好的，点击部署，前没空格，后没空格，点击部署啊，保持这个不要有空格啊。好，5符中的3符已经好了啊。好，那就要到密码了，密码罗叔就不展示了啊。好，换成密钥。好 ，password CF 下划线 password， 好，打进去。好，现在5符临门中4符已经上去了啊。最后1符是什么呢 ？GUID， 好，都有了。好，再点密钥。好 ，APP 下划线 GUID 啊 ，GUID 怎么找？来变魔术了啊！命令行打开，最简单方式，因为小白新手比较多，我们就不搞复杂的方式了。CF APP 你的名称2个减号 GUID， 要回车，好，出来了啊，出来了，复制一下，好，给它放进去啊，保证前无空格，后无空格。好，紧凑啊，紧凑，好，部署，好了，5符临门已经完成了啊。这个是第1步，把5符临门搞进去。第5章节设置环保启动锁和触发器。然后呢，我们要创建一个 KV 空间啊，在存储和数据库下面 KV 啊。好，点创建命名空间，随便起个名，罗叔起 Keep Alive， 你们自己随意啊。最后就是要选自己的这个名，选中就行了。横杠 Wake Up， 这是罗叔保持一样。好，把这个填进去就完成了。我们再回到 Workers。KV 空间其实就是一步创建好，输入名，保存就好了。好，再进 Workers， 再进到我们的创建的这个 Workers 下面 Keep Alive 横线 Wake Up， 好，点绑定，点添加绑定，右边选中 KV 命名空间，好，添加绑定，好，变量名称填 star 下划线 lock 啊，选择我们刚才的这个空间名，好，点绑定。好，这是个节能锁啊，节能锁，好，点击一下，写一个 start 下划线 lock， 就在里边了啊。好，现在就设置触发条件了，触发条件，点击 Chrome， 好 ，Chrome 表达式全是点啊，我们一天给它1440分钟，每分钟都在转啊，每分钟都在运行，一天有10万次机会呢，这个东西无所谓了，够环保了啊。好，这是对小白最友好的方式啊，因为还有其他方式，这种方式最简单啊，我们只做简单方式，我们最后就看日志就行了，日志刷新有没有成功或怎么样，我们就看 Cloudflare Workers 里边的日志就可以知道了。第6章节，验证精准拉起脚本的效果。好，看一下时间啊，现在是星期天晚上9月7号晚上9点16啊，对吧？我们等待一天，我们看看会怎样，好吧？好，我们看一下，现在已经是星期一了啊，9月8号，对吧？星期一晚上9点11。好，我们来看一下，验证一下啊，到底有没有唤醒啊？是不是精准拉取？点击一下，看日志啊，看一下我们的日志。日志怎么看呢？点一下事件，选一下时间啊，时间范围，美国时间0点，选0000，那就是中国新加坡时间的早上8点，好吧？8点到8点12分，11分59秒。点击应用时间范围，好，看一下日志会出什么东西。好，这里很明显啊，有一些东西出来了啊。你看，已经在跑，是吧？停止，开始，对吧？
一直开始啊，然后呢，你看它探测到了 down 的时间8点04分14秒，那就应该是8点04分13秒它 down 的，因为它每1分钟探测一次，所以要稍微晚1分钟左右时间，好吧？我们可以回退去看看我们的 SAP 那边是怎么样，好吧？你看它最后又起来了，起来之后呢，加上一个锁，它就不会再继续的拉起了。我们来看看，你看8点03分 APP stop， 对吧？8点04分 APP start， 那就是按照这样的规律给它拉起来啊，这是成功的表现，好吧？罗叔基本上 SAP 的坑就填了差不多了啊，希望大家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还能用 SAP 啊，也会想起罗叔，是吧？这算罗叔为大家做的一点微薄的贡献吧。好的，希望大家持续关注罗叔后续的视频，好吧？只要 SAP 在，罗叔照样在，谢谢大家。